今天就是主要是想教，也不是教你们，就是来讨论一下一个我新学习到的一个沟通方法，叫非暴力沟通。然后他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博士，听不见，是一个美国心理博士他自己研究的一套。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就反正是我已经看完了，如果你们两个今天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这本书拿走读一读，因为我觉得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运用到任何的一种沟通里面。然后今天主要就是来思考一下非暴力沟通如何运用在就是比如说发生一些争执啊、矛盾啊之类的这种情况下。然后首先呢，我们前半部分的话，我是要先介绍一下非暴力沟通的要素和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方法来实施的。首先呢，我觉得我可以介绍一下他写这本书的一个背景吧。就是按他自己前言，就是说他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种族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他小时候总是被别人欺负。然后这就是他长大之后为什么会就是做一个心理学教授的博士的一个原因。首先呢，它这个非暴力沟通，它最重要的4个要素就是观察，先是观察，然后是感受，第3个是需要，第4个是请求，这是它贯穿整个非暴力沟通的主体的这么4个要素。然后我来先给你们整体介绍一下这4个要素的那个含义，然后我们再来具体的来一整套流程的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第1个要素就是观察嘛。它按书里的话就是说，非暴力沟通第1个要素是观察。我们仔细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清楚地说出观察结果。非暴力沟通并不要求我们保持完全的客观而不做任何评论，它只是强调区分观察和评论的重要性。将观察和评论混为一谈，人们将倾向于听到批评，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我觉得他这一点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是观察是处在一种非常客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而不是说就是你觉得别人是在评论你。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比如说，就是一般来讲，比如说，如果我跟你发生争执，就是你们两个可以不用那么装，好吧？就是非常正常的交流。就比如说我跟你发生争执，比如说我今天有什么我说的话让你不高兴的吗？就是你觉得我说什么让你觉得那什么？也有啊。你就比如说，你就举个例子。那比如说，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妈随便说一句，哎，说这个好吃，你吃点。有时候你就直接给怼回去了。其实实际上呢，那个我的是出于好意嘛，但是呢，有时候可能你也不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就直接虽然自己不想吃吧，但是呢，可以是委婉的说，哎呀，我可能不太喜欢吃。这就是涉及到另一个方面问题了，这就涉及到我这个人，就是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逆反心理。就比如说你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着，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我自己的，非常想去反驳你一下。但是虽然我知道这个确实是不正确的做法，但是你要是放到观察和评论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你说什么呢？我跟你说，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应该总是给姐姐什么硬要相亲。比如说，我只是非常客观的陈述这个事实，但是就是假如说，如果你听起来的话，你就觉得啊，我好像是在反驳你那样的，但是实际上我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你有理解到这个意思吧？有点理解。你有理解吗？就是观察和你们俩之间的不是，我是说冲突吗是观察和评论的区别。就是观察是基于你自己的这个你认为是客观的事实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么理解？对，就是我觉得是不能带个人因素去个人感情色彩思考。就比如说他这个有一个，但是往往啊，他是站在第三者身份上，可能他的这个客观度更高一点。如果说你这个本人身在其中，尤其你的情绪如果是掺杂在里头的话，就很难说做到完全的这个客观。是啊，就是这个点，就是因为你知道，你比如说，就是这件事只发生在你和另外一个人之间的，然后你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你就是确实按照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想的话，你确实很难抛除感情色彩去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你不应该带感情色彩去考虑这件事情，而是应该就是站在一种客观角度上来考虑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所有事情都能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话，那很多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根本就不会和任何人发生争执，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情绪带入进去。就比如说，他这书里写，就是说一个印度哲学家说，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他这个书里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作者去我的一个表述很到位吧？情绪这个词是我谈到的。他这个里面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去为一个小学提供咨询服务，然后想要调解学区负责人和学校教师，就是教师和校长的矛盾。然后他们一开始那个作者就问说，那些老师说，你们觉得校长哪些行为不符合你们的需要？然后那个有一个老师就说，他觉得那个校长是个大嘴巴。然后，但是他的点是在于，就是校长做出的行为，而不是说你给予他一个定义。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关于观察，你应该陈述的事情应该是他做了什么事情，而不是说你对他的评价。没错，就是你就是客观角度上阐述这件事情，而不是带你个人情绪色彩先下结论。对，是的，就是这个点。就比如说区分观察和评论，表达方式使用的语言没有体现出评论的人对其评论负有责任。观察和评论被混为一谈，比如说你说你太大方了，区分观察评论就是当我看到你把午饭钱都给了别人，我认为你太大方，就是你要站在这个事情的角度，而不是说你直接去给予一个人评论。所以这就是观察。然后它第二个要素就是感受嘛。感受其实就是表达你自己当下你现在的心情，而不是说你的一种想法。举具体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我跟你吵架，然后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不想穿一件衣服出门，但是你一定要让我穿那件衣服出门。那比如说
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你此刻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就是一个是的，可能从外面的这个天气温度，怕你比如着凉了呀，穿的太少了。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衣服的样式呢，觉得穿出去以后不是适合学生啊，或者是不太得体呀、你看这或者个，是你说的这些不是就不是你的感受，而是你的想法，你懂对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基于这件事情，你说的刚才那些都是你的想法，而不是你的感受。那我的感受，其实实际上心里都觉得还是说，就是不希望你穿这这件衣服还是你的出去想法，你的感受是你的心情。比如说，什么叫感受？你觉得满足的时候，感受就是兴奋、喜悦、欢喜、甜。比如说，如果这件事儿是我当时的感受的话，我是会觉得我烦躁，就是我因为你不让我这样出门，我会感到烦躁，而不是说就是你刚才说那一堆想法，那是你的想法，不是你的感受。你懂我的意思吗？那我看到你出门儿穿的那个，我就是还是有点儿不高兴、生气，这对吧不就是心情吗？这就是你的感受，而不是你的想法。就是你具体到那些什么，哦，你觉得我怎么怎么着，你觉得怎么怎么着，就是那些就都是你的想法，而不是感受。就是不是 feeling，是吧？就是相当于说是你应该就是跳过你的那些想法，去直面你的感受，就是而且是感受是相当于是双方都会就是就对方的一段时间。感受，还是说你个人呢？个人的感受？对呀、你有理解这个意思吗？我觉得感受是一种纯感性的认识，是比较直观的。就按你妈说的这个例子来说，首先说你穿的这衣服是薄是厚，是不是这个符合这个天气变化啊？这个能相匹配是吧？啊，如果说穿的薄了，我们认为就是有必要给你提出，依据我们的想法给你提出建议。是，那肯定。嗯，他所谓感受就是你要我感觉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从而使沟通更顺畅。比如说，你跟我说你不想让我那么穿衣服出门，那你就可以说。我你很不高兴。对我对于你穿这么少衣服出门，我觉得我很不高兴，因为你这样穿出门，你肯定就会着凉。就是你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这样会使沟通更顺畅。但是就是说实话啊，就是这些东西是这个书里面写的东西。那我也有点理解到了。其实实际上呢，我刚才你要说的可能更多的是表述上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不让你干这件事，不让你干这件事，对，是这些行为都是层面你的多。这些都是你的实际上要想是可法。能是感受呢，可能就是两个人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沟通，就是你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心和心的这个沟通，这样呢可能是更容易，就是接近一些。据新大姐的你还是本来面目又体你把它现出来了你，把它还有稍微新的交流，就是感碰受撞嘛，新的感受，新的感受嘛。按那个沟通那什么鹏来从说，碰撞看看谁疼。其实从这两英文词上 ，thought 是什么？thought 就是你的心情嘛，是你的想法嗯， ，feeling 是 feeling 你的是感受。感受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外国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把就是整个语境放在一个中国人的语境的话，我个人觉得中国人很少会这么说话。就比如说，对吧？就是在你跟你妈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我也想到了，他这个只是说书本上的一种所谓的理论性的东西，而且是西方人写的，啊，就对于咱们这个所谓的东西方文化的这个差异来说，
它本身表述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确实，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基本上没有人会直接就比如说我现在生气，我就把我现在生气这件事情告诉你。而且只是说，比如说像你举这个例子啊，只是基于咱们家庭成员之间，是吧？有时候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表达方式，但是我有可能是那个家长对于孩子的，是吧？即使说你成年了，但是从内心来说，他还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说在工作单位，有可能我们的这种表达方式，它也会有一些调整，是不是？就不能说跟家人之间沟通。我觉得这是要看语境，比如说他说，但是我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就是中国人有时候不善于表达，实际上呢，就是在可以有的事情上，他直接表达出来自己的真实感受。他并不是说不善于表达，还是说，比如说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你比如说像刚才你说那个，也许这个西方人，咱们之间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认识或者想法的不同，他可能直接就表述说啊，你这样做我感觉非常生气。那比如说就是咱们之间交流的话，如果我跟你之间，某某一件事来说表达我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说我对你这件事情做的非常的生气，我感觉好像这不是咱们的一种自然的表达。但我觉得就是如果放在我们语境里面的话，你可以不去说你的感受，而是说就是你觉得对方的感受是怎么样。就比如说，就他的意思是说，在表达感受时，示弱有助于解决冲突。此外，非暴力沟通还对表达具体感受的词语与陈述想法、评论以及观点的词语做了区分。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就是，比如说还是我穿衣服那件事，就是我可以就比如说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然后我可以说是我知道，因为我不听你的话，少穿衣服，你觉得很生气，就是这句话就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 like 缓解。冲突的存在，或者说，就是你可以在你自己表达的时候，你不表达说你现在的感受，但是你可以去就是揣测，或者是表达出你觉得对方当下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是的，对吧？有一定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是中国人说话是不会直接，我觉得是不会表达的很直接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以后也可以就是学着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对，就是不是说你的想法，而是你真实的心情状态。但是我确实觉得说，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说你跟你很熟的人，你确实可以这么说话。但是如果你放在单位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确实不是说是一种很普遍的沟通方式。但是我觉得它整体这一套下来的话，我觉得是一种很有用的沟通方式。但是具体到这个来讲的话，确实是中国人很少那样表达。这中国人讲的是什么？殊途同归，是不是？另外呢，就是这个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是吧？它是这么一种思想，这种体系啊，就像你说的这种道家的这种，尤其像这个中国，在这个春秋那个时期，像老子、孟子，他们都是研究的这个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是吧？其实是已经把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在2000多年前已经都阐述的很清楚了，但是我觉得交流表达的话，就是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就是你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告诉你说你应该如何去跟别人沟通，或者如何去跟人表达。就很多时候其实是很看你个人的一件事，比如说你这人性格就是那样，可能你跟别人说话态度，或者是你跟他的沟通方式就会是
就会是那样。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沟通方式啊，其实或者我觉得很受家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种，是吧？就是说你的之间的关系不同，是吧？这沟通的方式就不同啊。另外呢，就是熟悉的程度，是不是？甚至于这个地位的这个差别等等，年龄的差别，是吧？它都影响到你这个具体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是吧？但不可能人和人都是，无论岁数大小，这个亲疏远近，是吧？都是一种说表达沟通方式，这肯定。对，这放在什么上都是也是，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在那种，就是比较特殊的环境下，就比如说你发生一些冲突或者是怎样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自己当下是处在一种非常激动的心，就很上头。就比如说，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就是就算跟在外面也是或者怎么着的时候，我是那种特别容易上头的人。就是你如果那一下把我点着的话，我就会特别生气。但是，而且我一生气就是什么话想说啥就说啥，就也不会说特别客观去考虑。就是而且我不想骂输的那种感受。我觉得那一点确实是我应该改正，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把我说烦了，我就会特别烦。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平时总跟我说让我去办签证，然后我特别讨厌别人一直催我，或者说我特别讨厌就是你一个事儿跟我提特多次那种，我特别讨厌这样。然后你如果一旦你跟我说这个一周之内你跟我说3次这个事儿，我就会特别不耐烦的那种。虽然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个人也很不对，但是也确实是我的一个想法。还有就是我比如说作业堆在一起压力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作业马上要交了，我那段时间心情就会特别的，也不能说焦虑，但是我的精神就会特别紧绷。就是你比如说我遇到一件稍微跟我作业没关系，稍微让我有点不顺心的事，我就会一下就急起来的那种。那就说明实际上你还不够成熟，更多的还是在于你自己对掌控心情的能力还是有确实情绪的控制。就是说，为什么说一个人成长了、成熟了，那就是说确实就是我后来看完这个之后，我也觉得就是我很多时候跟你们吵架的时候都是处在那种孩子太情绪化呀，这就是其实一个大人他为什么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包括成功人、伟人啊，他往往能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那你在单位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很生气，但是我爸肯定控制，我爸也是总生气那种那什么呀。比如说他在大马路上，然后那车比如说稍微的别了他一下，那他肯定也一下就那什么火。我倒觉得容易生气人，实际上往往倒是他自己的这个境界还没到那个程度。一般人家有到一定程度上的，不会随意去。那你比如说你要在单位乱说呀，或者是那个变相的表扬了自己呢，是吧？你比如说你在单位，你会因为什么事儿跟你的就是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下属生气？那其实一般的情况下，他们要工作没做好了，我有时候是会直接指出来说的。但是也不会说。那你有特生气的时候？那很少很少。那你有在单位骂过人的时候？没有，基本没有。真的假的？我不信。基本没有。那好吧，那就接着来第3个要素。第3个要素就是需求。什么是需求呢？就是具体来说啊，
就是你目前来讲，你的需要是什么？等会我找一下。那按心理学来说，这人不有5种需求层次吗？是吧？最底层的就是生存的需要，是不是？生存的、安全的、身心健康的这种。都记不住，以前学都忘了。这首先是满足生存的需求，是吧？完了，其次就是安全，追求那种精神方面的，是吧？你再往上才是追求精神层面。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需要是你当下的那个想法，就比如说他这个书里说，非暴力沟通强调感受的根源在于我们自身，我们的需要和期待，以及对他人言行的看法导致了我们的感受。就比如说还是穿衣服吵架那个事儿，我当下不是说你不让我穿，你非要让我多穿衣服出去，我的感受，比如说我很焦躁，那我当时需要是什么呀？我当时需要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它标了一个 not strategy。strategy 是什么 ？strategy 翻译过来就是，比如说你的策略。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的需要是什么？你觉得我那个时候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就觉得你穿的那身衣服就是好看嘛，对呀，对吧？就是我那个时候的需要就是好看，那我的策略是什么？我的策略就是我不想多穿那件衣服，对吧？这个就是我那个时候的需要。然后他这个书里面说，就是我们的需要和期待以及他人言行的看法导致了我们的感受。说就是他这个里面提了说4种，当你听到不中听的话的时候，我们的4种选择。第一种是认为自己犯了错，第2种是指责对方，第3种是了解我们的感受和需要，第4种是用心体会他人的感受和需要。那肯定就是第4种的。就刚才为什么说是感受啊？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情况，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嘛。但是我觉得了解我们自己的感受和需要也是一个过程。就比如说有的时候，还是我穿衣服那件事，我不会直接的想法，就是我不会，就是我肯定是间接的说，我不想穿那件衣服是因为我为了美，但是我不会说脑海里直接就是蹦出来那几个字，说我为了美不穿衣服，而是我需要承认我是因为我为了美所以不穿那个衣服。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需要，其实你还没有特别承认，你知道你是想要干什么，就是很多时候是你先想到了你要干什么，就是你先想到你的 strategy 是什么，而没有意识到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可以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会，比如说我说我要想去游泳，但是你不同意我去游泳。游泳这个时候就是一种 strategy。我为什么想游泳？因为我需要放松，然后我现在的需要是放松，对吧？对。所以他4种选择，我觉得都是根据情况而言。就比如说你认为自己犯错，就是你确实是做的不对。别人指责对方，就是你确实是对方的问题。然后，但是我觉得了解自己感受和体会他人的感受需要也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这前2个是情绪的表达，后2个实际上是这种思想意识上的。其实人更多交流的时候呢，还是靠前2种。说别人招你生气了，那可能你就会表达出来你的不满，甚至于反击，是不是？对。说这个人说，哎呦，这个说
没有说这种直接的这种情绪的表达，说还要像你说的那后两种，都是退一步的人的这种思想的意识的一个状态。对，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写的就是说，like 如果我们利用他人的内疚，我们通常采取的办法是把自己不愉快的感受归咎于对方。家长也许会和孩子说：“你成绩不好，让爸爸妈妈伤透了心。”言下之意是，他们快乐和不快乐是通过孩子的行为造成的。看到父母的痛苦，孩子可能会感到内疚，并因此调整行为来迎合他们。遗憾的是，这种调整只是为了避免内疚，而非出自对学习的